2024年12月4日清晨，美国最大医疗保险公司 CEO 汤普森在纽约街头被蒙面枪手连开3枪，不治身亡。按说枪击在美国的稀奇度甚至赶不上星辰我打过酱油，但真正让世界震惊的却是凶手的身份——路易吉·曼吉奥，出身于巴尔的摩一房地产家族，父亲名下拥有疗养院、高尔夫球场等丰厚产业，堂兄是州议员，他本人是毕业于宾大的计算机硕士，曾协助文明6修改了300多个 bug。 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位老华盛顿正星条旗的良家子。更神奇的是对于本次枪击案，民众居然一反常态，坟头蹦迪。在联合健康官网发布的悼念信息下，有超7万个笑脸表情，逼得官帖关闭评论。而刺客路易吉则被奉为当代罗宾汉、蝙蝠侠，要求释放他的话题登上美国热搜。有匿名人士创立的路易吉辩护基金，短短数天众筹了数万美元。媒体也原地开席，BBC、纽约时报纷纷打出大标题：保险公司 CEO 遇害，揭露了人们对美国医疗的愤怒。其实舆论之所以如此倒反天罡，完全是官逼民反，而点燃美国人民怒火的就是那个让巴菲特折戟沉沙，被州政府告上法院却全身而退的美国医疗。Healthcare costs grows faster than the economy. We pay twice as much as any other country. We pay more and get less. And the intent is to maximize profits.经常看星辰的都知道作为哈耶克的非遗传人，阿美丽卡经常的整些让人菊花一紧的新词儿，包括私人监狱狂盈利、国会股神佩洛西、军工老爷干审计、正气旋转我第一。其中军工以其独树一帜的花钱能力以及每一仗硬上的要钱模式，为美利坚博得了军工复合体的雅号。我觉得对一个行业来说，这种说法实在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怎么能这么侮辱美国医疗呢？军工每年区几千亿也配叫花钱？看咱医疗复合体给你开眼儿。2022年美国医疗支出 4.5 万亿美元，占 GDP 17.3%，这钱是当年军费的5倍还多。什么？你跟马云一样对钱也没概念？哎呀，好说当年全球第3经济体日本 GDP 也才 4.25 万亿。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会好奇如此天价投入为国为民，想必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一定很高吧？2022年美国预期寿命 77.43 岁，高居世界第58，与斯里兰卡、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等一众豪杰不分高下，稳居发达国家倒数第一。有不懂事的媒体专门做了个预期寿命与人均医疗支出对比图，阿美更是一骑绝尘，激励鹤群为啥会这样呢？别急，咱接着说。虽然各路赛博美国人高举免费医疗的大旗，在互联网上四处出警，但实际上美国却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倒不是技术原因，而是碍于文化传统、商业竞争等祖宗不可变之法。1933年，美城祖罗斯福试图将政府提供医疗服务的条款写入联邦法案，但就是这位党政军阀一把抓，手握美市场位 IRS， 靠着路边谈话以及低于市场价收天下之金拒之华盛顿，还用爱感化各路资本家乖乖上交9成税收的伟大资本主义战士，在各种阻挠下，最终将医疗卫生条款从法案中删除1945年，继任的美星宗杜鲁门再次提出全民医保计划，在国会声明中，老杜提到，穷人有更多的疾病，但得到的医疗照顾更少，问题不仅仅是医生太少，而是已有医生聚集在错误的地方。此言一出共和党、保险公司、美国工会、医学协会群情激愤，这是什么呀？这是政府专制这是限制自由这是挖资本主义墙角这是克里姆林宫的社会主义反对，请把这集我看过打在弹幕上。与戴英朝野一心强力推行 NHS 不同的是，在谁敢改帝国章程，谁就得掉脑
脑袋的反对声中，医保改革又流产了。直到1965年，眼看无论是西方的英法加拿大，还是东方的苏联，东欧国家都在推行全民医疗。时任大统领约翰逊靠着1.94米大高个贴脸输出的待遇，这才说服国会通过2项改革，为残疾人和65岁以上老人提供的医疗照顾计划，以及针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援助计划。至于剩下的人呢，简单买商业保险呢。很快啊，蓬勃发展的私有化医疗市场就给了美国人一点小小的账单震撼。2015年，因发现上帝粒子荣获诺贝尔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莱德曼被爆出以76.5万美元出售象征荣耀的诺贝尔奖牌，一时间舆论大哗。你这图啥呀？图160吗？直到3年后他去世，妻子才揭晓答案。莱德曼于2011年被诊出痴呆症，随后退休住进疗养院，天价医疗费很快掏空了这位物理学家的家底，加上政府为老人提供的医疗保险不包含护理费，可怜的老教授只能变卖奖牌筹钱。堂堂大学教授如此，普通人就不用说，甜甜圈15分钟化疗收到5670刀账单的传说，大家都听过吧？都他妈的15分钟，你他妈收我5670，我操！这还不是最离谱的。2021年，一美国男子被抬上救护车前上演医学奇迹，突然挣扎着跳下担架，一路狂奔的视频火遍全网。为啥会这样呢？我随手查了下，您猜怎么着？女子乘救护车不到2英里，花3000美元；妻子早产叫救护车几周后收到7000美元账单。好家伙，这他喵是救护车刺客啊！还有高手呢。根据2022年国际医疗价格比较报告，美国药品价格是其他国家的278%。再看这张图，2021年美国人均医疗支出约1.2万美元，遥遥领先同行。在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新形势下，2024年全球营收500强前10，美国医疗公司占据2席，而 CEO 刚被做了室外开腔手术的联合健康医疗的母公司名列第8，营收超越巴菲特公司，仅次于苹果，堪称当之无愧的巨无霸。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全得感谢哈耶克的大手啊！鲁迅曾经说过，要想大钱赚必须搞垄断。理想状态下，保险公司应该既要跟医院砍价控制赔付成本，又要帮客户找到平价有效治疗方法。怎么说呢？亲能做到如此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建议去选美国总统啊！既然是市场化，那我保险公司雇几个医生，买几家医院，这很合理吧？以联合健康集团子公司奥普顿医疗为例，近年不断并购做大做强，那他收购了哪些呢？有达维塔医疗集团、凯尔西西伯尔诊所，全是领域龙头。我还查到目前奥普顿医疗旗下已经汇集了9万名医生，约占全美医生的10%。医院医生有了，再买几家药店打通上下游，这也合理吧？2018年，美国第5大连锁药店热那亚药房被联合健康纳入麾下。2022年，医疗版图再进一步，美国第1、第2大家庭医疗及临终关怀提供商艾美迪斯和 LHC 集团也被收入囊中。至此真正做到了为病人解决从保险购买到住院买药、家庭护理甚至临终关怀的一条龙服务。当然了，为了照顾自家生意，如果规定本公司保险仅覆盖集团旗下医院药房，其他少赔付或不赔付，这也可以合理吧？如果他们还能控制药品价格，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这里就不得不提美国特色的药品福利管理，简称 PBM， 职责类似于东大集采部门，对上负责与制药商定价，对下为药店提供药品，责任是提高医保资金利用率，为保险机构个人省钱。但是阿美的 PBM 全是私人公司。好消息是，最大是这3家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极大提高了谈判话语权。坏消息是，他们分别是前3大保险公司联合健康、CVS 健康、信诺集团的子公司。就这样给病人报销的是保险公司，雇佣医生干活的也是保险公司，给药品定价的还是保险公司，真正属于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连观众都是自己人的庞大医疗综合体。什么？你问病人是啥？病人是被踩在底下的跑道就问你够不够自由，够不够市场化？美国人管它叫大健康模式。
2017年呢，投资界第一巴图鲁巴菲特公开痛批，医疗保健是美国经济的寄生虫。老爷子之所以如此暴躁，倒不是被拒保了，而是自家员工医保越交越高。为了彻底解决问题，1年后，巴菲特联合全球最大零售商亚马逊、华尔街金融巨头摩根大通成立合资企业进军医疗。消息一出啊，美国保险公司股价暴跌，各路媒体纷纷惊呼：不好了，科技金融强联手，这是要帮家人们把医疗价格打下来了呀！事实证明，他们想多了。短短3年后啊，合资公司宣告解散。这场耻辱性的大败后，2021年，巴菲特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我们深刻认识到改变占 GDP 17%的行业有多么困难。我们在与美国经济的绦虫做斗争，但绦虫最终获胜了。”后来啊，坊间有诗一首：“40年来踏遍300药房守遮，入院临终生死钻，世间几人不夭折？诺奖又如何？一旦沦为病患，敲骨稀随纠葛。最是仓皇意外日，垂死跳下救护车。感谢哈耶克。”别急，还有呢。保险公司如何利润最大化呢？答：只需要做到2种情况不赔就行，这也不赔啊，那也不赔。2023年，联合健康集团被告上法庭，理由是故意使用 AI 模型，拒绝为老年患者提供医生认为必要的延长护理。更离谱的是，这一 AI 被证实错误率高达90%。更离谱的是，人不仅不慌，甚至当庭打起了太极。你怎么能上法院呢？不讲武德。被拒赔后，要按既定程序提交材料，找医保公司上诉啊！这是对联邦政府不满，而不是联合健康集团。谢诺集团深入学习老大哥致富经后，实现了技术上的弯道超车，利用 AI 2月内未经审核自动拒绝了30万次索赔。2024年也被告了，本着我错了还敢的精神，赔完钱接了句啊！因为根据研究，仅0.2%的人会提出上诉，大多数要么自费，要么放弃护理，属于无本万利的买卖，能坑一家是一家。为了降本增效，保险公司还创造性的推出了事先授权。啥意思呢？如果患者需要 CT 等特殊检查或者特定药品，必须先向公司申请，授权后医生才能治疗，否则一律不给报销。至于等多久呢？也许是几天，也可能是几周，甚至几个月。当然了，不给授权等于不报销，但给了授权也不等于一定报销。2018年，俄勒冈州弗里曼得到保险公司批准，对5岁女儿进行基因测试，排查眼病，但结束后，保险公司却拒赔，理由是日期和账单代码与授权不符。2020年，威斯康星州达拉女士患上横贯性脊髓炎，得到保险公司批准后，前往诊所检查，但发现她还患有脚气病。保险公司以此为由认为检查不需要而拒赔，最终超3.4万美元的账单导致他家庭破产，房子被拍卖。另一家保险公司蓝十字蓝盾协会更是五行缺德呀，他们甚至计划给手术设置麻醉时间限制，超时一律拒赔。在路易吉枪击案后，一本名为《拖延、否认、辩护：保险公司拒绝赔付的理由》的书登上亚马逊畅销榜第1名。面对被枪击的 CEO， 各路网友纷纷在评论区调侃起来。对不起，怀念和祈祷是要事先授权的。很遗憾听到汤普森先生遇难的消息，考虑到他中枪时并未履行躲避子弹的义务，本公司经过严谨审查，决定驳回赔付申请。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政府不管的吗？怎么说呢？美利坚对医疗行业的管理呀，就好比星辰我对酱油产业的贡献，不能说没有，只能说没有更好。2024年11月，美国司法部联合马里兰州、新泽西州、纽约州总检察长对联合健康集团发起反垄断起诉，阻止收购美国最大家庭医疗公司艾美迪斯。面对几大机构联合反对，联合健康腰杆子硬得跟茅坑的石头一样，强硬回击，坚决抵制司法部对反垄断法的过度解读。联邦贸易委员会发文抨击药品福利管理 PBM 作为中间商，既抬高药品成本，又压榨零售药房获利，反被 PBM 批评你这是存在偏见。哪里贵了？
紧接着，亚利桑那、夏威夷、俄亥俄州和犹他州等32个州检察长以要价过高将 PBM 告上法庭，要求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但被法庭驳回。什么立法？你跟我说这我都想笑，懂不懂政府谁家开的呀？2017年，医保公司花费超200万美元组织烛光晚餐舞会，与当选总统特朗普接触。2020年大选期间，他们更是慷慨解囊，捐款超1100万美元。2021年更是创纪录的花费近7亿美元游说政府，阻止国会通过药品定价改革。啥贪污腐败？国外哪有腐败呀？那叫捐赠游说。更搞笑的是由于面临监管审查，2023年 PBM 游说支出1500万美元。同一时间，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游说资金也花了2700万美元，主要是想将药价过高的责任归咎于 PBM， 左右互搏了，属于是2009年，美墨宗奥关海振臂一呼，通过平价医疗法案，所有美国公民必须购买医疗保险，限期不交直接罚款，要让美国实现欧洲的全民医疗，让负担得起的医疗不再是特权。好消息是，奥巴马医保自2010年推出后，美国无保险人数从2010年的总人口 16.3% 降到2015年的 8%。坏消息是医疗支出从2010年的 2.59 万亿美元一路飙升到2023年的 4.9 万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超 7%， GDP 增长都没这么快呀。想想也合理呀，医药医院都在私人公司手里，赔偿门槛呢由保险公司定，政府无论是强制交医保，亦或是加大补贴，无疑都是给保险公司送钱。此处我有一联，上联手术看护阵痛，一条龙样样掌控，下联否认辩护拖延，3大招处处生钱。诚然，在潮水般翻涌的金钱与利润滋润下，美国新药研发水平冠绝全球。的确，美国顶级医疗如梅奥诊所以服务好、技术高著称，那么朋友，代价呢？由此滋生的庞大医疗综合体经过多年竭泽而渔，已经让民众对医疗的怨恨积累到了即将喷涌的临界点。比如开头那位联合健康医疗 CEO， 这位前普华永道注册会计师自2021年上任，在他带领下，公司拒保率从2020年的 10.9% 飙到2024年的 32%， 遥遥领先同行。而汤普森的年薪则高达1020万美元，他本人多次以提高拒保率作为成就自夸。另一边，据凯撒基金会调查统计，截至2023年，美国公民医疗债务总额2200亿美元，约有1400万人医疗债务超1000美元，约300万人债务超1万美元。美国人为了治病，甚至假装破产，由此诞生了一个奇特的产业——医疗诈骗。之后咱们单出一期细聊。2007年，美国著名导演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医疗内幕》上映，片尾讲述的是911中参与救援的志愿者，这群英雄后来大多感染了呼吸疾病，但政府拒绝提供资金，为了治病，他们失去工作、房子。摩尔带着3人去了古巴，在这里，一瓶美国售价125美元的药只售5美分。最后，3名志愿者在古巴医院接受了免费医疗。离开前哈瓦那消防站向911救援人员致敬。纪录片一经播出，旋即美国政府以摩尔违反古巴禁运将其告上法庭。而刺客路易吉呢，作为出身富家的学霸，他几乎每年都会在家族的养老院做义工。他本人呢，也曾深受背痛困扰。在他被捕时，随身携带的一份谴责宣言上写道：医疗保险行业利润史无前例增长，但美国人预期寿命却在下降。他们为了巨大利润折磨国家，公众让他们逍遥法外。不必费时调查，我没有同伙，都是我个人所为，这些寄生虫罪有应得。12月19日，路易吉被引渡回纽约，在狱中，他收到了数百封手写信件，他的同款夹克2天狂卖700件，许多人模仿他的穿搭前往华盛顿广场公园表达支持，甚至记者在他监狱外直播时，囚犯们集体大喊支持路易吉，举报路易吉导致其被捕的快餐店则被狂刷差评。根据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的消息，大陪审团已将对路易吉的指控升级为1级谋杀、恐怖主义、非法持枪、跟踪等11项罪名。如果联邦介入，最高可判死刑。当年那个为文明游戏修 bug 的实习生，这次义无反顾地为地球文明修了最后一次 bug。